公众人物在镜头前微笑时，鲜有人能注意到他脸上的细小疤痕。当光线打在他的皮肤上，那一丝不规则线条或微微凹痕，或许被刻意掩饰。然而，这些伤疤并非毫无意义的瑕疵，而可能是他人生某段时光的隐藏证言。肖战在某次访谈中首次谈及自己的伤疤，那一刻仿佛一扇窗被推开，让人窥见了他平日从未轻易示人的伤痛与坚强。对于粉丝和观众而言，这不仅仅是一个娱乐新闻，而是一次情感向内探索的打开。它让我们看到，光鲜背后也有暗夜。这道疤痕可能来源于他年少时的意外、病痛或压力累积，它承载着他生理和心理上的不易，却也见证着他的成长与坚韧。当他最终选择揭示，不是寻求同情，而是与观众分享一种共情，一种我也曾受伤，但依然活得精彩的态度。在接下来的几条目中，我将逐步带你深入这条伤疤的层层意义，从它的生理来由，到它对肖战心灵的冲击，从他是如何面对与修复，到粉丝看到的、感受到的。最终，我们要理解，那条伤疤不仅属于肖战，也属于许多在暗处挣扎的我们每一个人。要理解一条疤痕的意义，首先要了解它从何而来。肖战并未在公开场合详尽地将伤疤的来源一点不落地说清楚，但他在访谈中透露过几个关键线索：童年时期的意外、早年训练时的身体负荷，以及长期熬夜、压力所致的皮肤问题。综合这些线索，可以推测他的伤疤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。首先，从生理层面看，青少年时期身体尚在发育阶段，骨骼、肌肉、皮肤都较为脆弱，一次不慎的划伤、碰撞、手术、炎症都可能留下疤痕。此外，长期的高强度训练、拍戏中不慎受伤，或医疗手术如痤疮治疗、皮肤修复、内科手术等也可能成为疤痕的源头。而他在娱乐圈中长期通宵拍摄、频繁奔波、重大活动压轴、繁重行程，这些对身体系统的巨大消耗，也可能加剧某些皮肤上的痕迹不可逆。其次，从心理层面看，长期高压、焦虑、情绪波动、睡眠紊乱、饮食不规律，都会使得皮肤修复功能受损，令本可痊愈的小伤口更难以完全恢复，留下难以察觉的小痕迹。这种心理负担、身体负担、自我印记的链条，可能是肖战当年面临的境况之一。更重要的是，在这条疤痕的形成过程中，肖战本人承受了一定的隐忍。他或许在公众面前隐瞒、遮掩，不轻易让人触及那一部分的自己。每一次化妆遮盖，每一次滤镜修饰，每一次在摄影光线下修正，都是一种无声的努力与防护。他选择在后来揭示，是一种勇气，也是对自己与粉丝之间信任的打开。因此，这条伤疤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印记，更是时间、环境、情绪共同作用的交织点。它如同一条暗线，贯穿肖战成长岁月，随着他人生轨迹的推进，逐渐浮现为可观可感的现实。一条存在多年却无人知晓的伤疤，一旦被提起，可能引发当事人内心的震荡。对于肖战而言，那不仅仅是对生理疼痛的回忆，更是对自我认知的挑战与重塑。当他第一次在镜头前提及那道疤痕的时候，或许是忐忑的。那一瞬，他仿佛正把一部分自己赤裸地展示给世人，他怕被误解，怕被质疑，怕被歧视，他也怕在粉丝心中形象破裂。但后来，他选择继续说下去，因为他知道，那是一道他必须面对的伤痕，也是他成长的一部分，他不能再让他永远停留在阴影里。在这段情绪的震荡里，肖战肯定经历了几种阶段。否认阶段，他或许曾在很多年里否认这道疤痕的存在，视其为瑕疵，不愿让它在镜头中显露。羞涩阶段，不敢让人过于靠近自己的脸庞，不愿他人的目光停留过久。抵抗阶段，通过妆容、道具、主体角度去遮掩，甚至在心理上抗拒任何谈及。思考阶段，当他开始思考，为什么不能接受这道疤痕？为什么要遮掩它？
是否可以把它变成一种力量？释然阶段，终于，他选择在接受与坦然中释人，他愿意说出那背后的故事，也让我们看见他更加完整的自己。在释然的那一刻，他其实在对自己说，我愿意全然的被看见，不是完美，而是带伤的坚强。我愿意把阴影变成光辉，让经历成为力量。这种情绪的转化本身就是一种成长，一种面对自我的成熟。肖战作为一位公众人物，他的每一句话，每一个动作都在诸多关注中被放大。然而，他依然选择对那条伤疤开口，不仅是一种自我释放，也是一种承担责任的勇气。首先，这种公开谈及是一种对粉丝的真诚回报。粉丝多年来支持他，陪伴他，追随他，常常把偶像视作完美的化身。但偶像也是人，也有伤痛，有不完美。他愿意把那部分带有裂痕的自己展示给粉丝，实则是在告诉大家，我也曾受过伤，但我依旧活得真实。这种坦诚会让粉丝更愿意，也更有力量去面对自己的不完美。其次，这是一种形象重塑的机会。当一个艺人长时间处于光鲜亮丽状态，有时会被大众塑造成一个无所不能的偶像。但事实上，现实从不完美。肖战选择揭露伤痕，其实在挑战公众对于偶像完美无瑕的刻板期待。他在说，我不是神，我有缺陷，但正因为这些缺陷，我才更有故事，有温度。再者，这也可能带动社会层面的共情与正能量。在当下社会中，许多人内心藏着伤疤，无论是身体疾病、心理创伤、家庭变故、失败经验，很多人不敢说，不敢示人。肖战的那一次坦诚，可能会成为他人勇敢面对自身伤痕的契机。他用自己的影响力，拉开了伤痕谈论的话题，让更多人在暗处得到被看见的机会。综上所述，他的公开谈及，不是自怜，也不是作秀，而是一种勇敢，也是一种责任，给予粉丝真诚，挑战刻板，带动共情。这让我进一步敬佩，既然选择成为公众人物，就要承担被看见、被质问的风险，而真正的力量，不是无懈可击，而是带伤依然向前的那份勇气。当肖战那一段段谈及伤疤的叙述出现在镜头上，当他的语气带着微颤，当他眼角仿佛有湿润，又当他勉强笑着说自己没事，粉丝的心被深深触动了。那道疤痕对粉丝而言，早已不只是演员脸上的一道印记，而是他们与偶像情感连接的深处。许多粉丝在社交平台上写道，我也曾被别人见到我脸上的斑点、伤痕，然后被说成丑、不完美。今天看到你说出你的伤疤，我仿佛被理解了。有的人说，我看到你的伤疤，就像看到我自己，我也有无法诉说的疤痕，谢谢你让我相信自己不孤单。有些人甚至说，我泪流满面，不是因为你有伤，而是因为你敢说，我们可以相信，你是完整的你。粉丝的这些回应，远比任何赞美或批评都来得真实可贵。因为那代表，偶像与粉丝之间，不再只是我追你，你给我光环的单向关系，而是一种心灵共鸣，一种情感呼应。当肖战愿意把那部分脆弱展现出来时，粉丝便愿意把自己的伤痕与他分享，在文字里，在评论区里，在深夜里默默流泪，默默感动。正是这些唤起共鸣、引发泪目的情绪，让肖战的告白不只是他个人的经历，而成为一场温暖的情感仪式。他与粉丝的距离在这一瞬间被拉近，那条伤疤也在粉丝的眼中不再是瑕疵，而是他人性的见证，是一种真诚的脆弱，也是一种让人敬爱的坚强。揭示只是一个开始，更重要的是如何与那条疤痕共处。肖战在谈及那段经历时，也提到他在修复、调试、接纳与重塑的过程。这个过程可能痛苦，也可能温柔。在身体层面，他可能通过医疗手段、专业皮肤治疗、物理按摩、专业修复等措施，让疤痕尽可能淡化。在保养、作息、营养、睡眠等方面，他可能忌口、调节、控制负荷，以减少皮肤压力，促进修复。
而这些方式不一定能让疤痕彻底消失，